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屏东县立体育馆。3月9号，企业19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是联庄排球跟台北康体的比赛。这也是联庄在今年的第19场的赛事。那同样对台北康体也是第19场的赛事。目前在前面18场，联庄当然已经是在例行赛封王，17胜1败。那依次的是屏东南排，还有这桃园台产跟云林美金都是9胜10败。不过积分的部分，桃园台产是多那么1分，排在第3。彰化三台有限的5胜15排第5，那台北康体3胜15是排在第6。那现在对5、6的2位，当然还要看看这个今天跟明天台北康体的状况。现场邀请到是于金芳、于秘书长，跟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赛事。两个球队有2个不同的一个组成的一个结构，一个是几乎已经是进职业队，一个是大专，也是这个甲级在整个这个第1级赛事当中的好手那到了最后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球队的调整，有些时候变成一丢了那现在就看这个台北康体在今天能不能再从头到尾多给联庄一些的威胁，甚至先把这个第1局抢下来再说。对，其实这场球赛对双方我认为是都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因为毕竟联庄已经是提前封王了嘛在这个例行赛的一个部分。那台北康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也是要去做一个准备了一个练兵的模式。那当然我可以看到今天其实以康体来讲呢，他们今天的一个球队应该是蛮轻松的，因为这个教练跟执行教练都不在，显成去当选拔委员显成去举光杯的选拔委员，所以显成刚才对他们在这个云林北港嘛因为当然我们在选这个 U19的这个青年国家队的一个选手那刚好在北港。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是由张胜伦来担任这个教练的一个这个身份嘛那毕竟是学长学弟，我想带起来会很轻松啦，而且沟通会更有一个效果那当然期待他们今天在整个的比赛里面能打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对，那另外在联庄的部分，当然在整个阵容上，我相信很多球迷也都注意到了联庄最近的整个这个讯息当中，也包含就 Brian 又签了这个后面的约。那今天看起来是中间手的部分会有一些的一个变动，因为刚刚也跟这个教练稍微林教练上聊了一下，就是汪秉勋的膝盖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应该不会上场那可是当然可以感觉出来，联庄现在从今年的整个磨合看起来，现在的整个状况一直维持是相当的稳定，所以这反倒对各队来讲是一个挑战，可是也是个目标。你怎么样先从联庄的手中就是破坏他们的整个稳定度，那然后呢一局一局来，那基本上今年到目前为止能够在这个例行赛过程当中给他们威胁是有，可是真正在对战上拿到胜利的只有台电拿那么1次那我们来期待今天康体也能够打出好的表现。那 Brian 呢，大家都有看到新闻那在跟联庄签了长约这已经快要变新台湾人了。那基本上也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洋将很重要洋将的这个到来也让大家更能够第一个比赛本身的强度之外，也能够让选手更能够适应这种国外这种高打点的一个打法对，当然我们说在这个7排的一个部分呢，引进了洋将呢，对于整个的一个我们说水准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也可以透过这些我们说洋将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然后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那我倒是觉得说，其实我本来以为了今天联庄呢大概还是会朝向的练兵的一个模式让一些平常比较没有机会上场的一个这个选手呢，能够有一些多一点的机会。不过看到了联庄确实他们在第1局的时候呢，还是排出他们的一个主力的先发上来所以说可以肯定的联庄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一个赛事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的重视哪怕是已经是提前在例行赛封王的一个状况，也是不愿意说在整个的战绩上面呢，或者是在整个的一个球赛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些让他们觉得说不是那么顺畅的感觉。两边的先发名单的整个安排，在整个联庄不让 NONO 之外吴宗轩举队，然后呢施朗跟Brian、吕江跟施宗玉是中间，吕俊宏跟张云亮2位自由，这是在联庄的部分。在整个台北康体的陈昭喜是举球，然后呢在整个举队林胜恩雷诺跟李源是主攻，王俊杰跟廖鸿生是中间，陈佑成是陈佑成跟这个洪承佑是2位自由。好，在整个先发名单上之后，我刚刚也跟这个张教练聊一下。当然，他说这些小学弟就是我的看法，我的形容是说，他都是几得，可是就是有些时候就这一块
多一点少一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很稳定的串联起来了啊。那我想这也是讲起来很容易，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了啊。对，那其实排球里面就像这个志平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去串联它。你可以把每一个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选手的一个能力，他的优点，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那这一场球赛就是会非常好看啊。哇，这几个球接球都很黏哦，很棒哦，再来。哇，雷诺这个球还是等到后面一直想要闪啦哦，好可惜哦。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雷诺，他其实这2次的一个进攻里面呢，都感觉上是特别的早进去了哈。那球当然不是做的那么好了哈，所以他在打法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受到一些限制。施朗的发球，哇，这球没办法，这球直接接过头了。在施朗，我们前一局特别提到哈，他整个到台湾来了以后呢，整个的一个这个进步哈，是让大家有目共睹的哈。那当然，我觉得，球队的一个磨合它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给予机会了以后呢，他自然就能够去成长。好，这个球发生了失误。当然这边也有看到，当然今年对整个这个台北康利来讲，另外一个等于是逐渐冒出来的是大2的李源了啊。那李源能够成长的速度有多快，能够他的天花板到底有多高？我想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啊。哇，这个没包到啊，雷诺的整个发球可惜了。当然还看不出来整个今天的状况了哈。不过他这2次的一个这个攻击跟他的发球，我觉得他动作有点卡卡的哈，不是那么顺。你那个秘书长说是雷诺吗？没有，雷诺本来就这样。对，这也是他自带时间差。不就是说他有他的这个独特的这个跑法跟出手方式。其实他的助跑哈，你看他助跑跟摆背哈，他就跟平常人，不是说平常人，就是跟其他的选手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我是倒觉得说，今天他的一个出手的一个这个形态里面哦，不是那么的顺。好，我们来看这分给吴宗轩打长线，好球。那赛前也跟林教练聊说，今天的变法就像刚刚这个青方秘书长所提到，其实他们还是就正常走了啊，还是让这些都会下去稍微磨一磨，那要换再来换啊。还是维持那个球感，其实也很重要。太久没打也不行，当然啊，当然。哇，这球有点离的，又是凶哇了啊！那当然，今年施宗玉也加入了联庄，尽管平常没有先发，可他其实去年在太阳神，他也是相当受到倚重的这个中间，他也是出手快的那个类型啊。5-2。好，李源是大家想要看的啊。那上礼拜在转播，因为秘书长没来，这个邱老师坐我旁边，我看到李源恨得牙痒痒，你知道一对棍，一丢搞铁细在瓦混，是，没有，这代表这个李源是有这样的爆发力，而且是这个确实是可造之材了啊。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哈，一个选手一场球赛能够拿到40分呢，哈。那我倒是觉得说，在整体的一个发展，不是件好事，不是平衡的，不是平衡的。我最近看了一个日本高校的一个排球，也是哇，那个主力也是哇，一局一场都可以拿到40多，哇，那个从头到尾，哇，你就发觉，不过有的时候就说，你就会发觉哇，每一年都会看到很多很有天分的这些好手哦，对啊。那我们常提到的就是运动员需要的叫舞台啦，那个舞台给他了以后呢，那就看他怎么去表现这样子一个这个他在场上的一个这个威风啊。4-6，李源。好，这球有机会哦，修正给雷诺，高打点，好球，硬是从手上面给越了过去啊。我们都一直在讲说，这个有的时候助跑要流畅，要干嘛？可是你就发觉每个人他的动作就真的不太一样啊。对，他的形态不一样。其实很多人哦都会想要去就是用一个正规的模式去把选手的形态去做一个改变。当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选手他你感觉让他就是怪怪的，但是就是说
他这样打反而他的一个效果打得更顺。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说，到底要不要改他？因为越改，有的时候他反而越找不到他的一个中心出来。这排球场上，我们可能这个部分还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在棒球场上那个一改就真的就完蛋了。对，尤其我们很多的选手到日本去，我觉得日本他特别喜欢改动作，所以有的时候一改完了以后呢，我们选手就不适应了哇 ，Brian 的整个后排还是很跳啊。所以说也没办法，就像我记得我跟几个棒球教练聊，他说日本的高中球队来啊，30个学校来这边比赛，几乎每个游击手的动作都一模一样。对。其实这个是关系到，我不晓得棒球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做了哈。那其实，在排球来讲的话呢，他们的一个基层的一个训练。他们有一定的模式跟标准，也就是说一定是这样做。尤其像在小学生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就不会发展太多的战术，就是让选手就是说类似像高举高打的模式来去锻炼他们，就先把那些基本功给练扎实。对，就像小时候不投变化球的概念是一样。对。好，这一上来好不容易分数有点追上，又让连庄拉开。现在台北康体喊暂停，5比9。对，失误就失误，好不好？那就被拦到或被扣回来，那都没关系。可是不要自己打得这么闷，都没有声音的。你看，完全超安静的，对不对？对啊，放轻松嘛，对不对？放轻松，出点声音哦，有士气一点，来。其实张教练有一句话没说。再没声音，我上衣西装脱掉，我是直接就下去了。我跟你讲。不过你听他的一个这个口语来讲的话，觉得好无奈啊。因为其实打球就是要活跃一点哈。既然上了舞台，就是好好的去展现。我刚刚真的有问张教练一个问题，我说那现在这个球队谁在 call？ 哦，就是要有人画虾嘛，对不对？有人地来对站虾。他说主要还是陈超喜，可是现在重点就是说，必须要更强势的把那个气氛带出来，对不对？要不然就整个闷掉。现在的看起来就是刚刚张教练在强调的是这个部分嘛，是，所以刚刚志平特别提到陈超喜是举球员，然后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球队谁要来扣，其实大部分都落在队长。不过我们看到的这个康体来讲的话呢，其实他的队长朱冠宇平常就点嘛，他却也话也不多啊，最近脚又受伤。好，这球令啊打点拉高。哇，真的是个考验啊，是个考验。对，那当然，我们说看到以康体的这个身材的一个状况了哈，要跟连庄来抗衡哦。那围堵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以守为攻。你怎么样子去调整你的防守？拦不到没有关系，看能不能去多守一颗。对，可是讲实在，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只要守个2颗起来，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呦，这球第一时间又被敲了一个持球啊！对。那刚才提到冠宇因为脚受伤了啊，大专杯的时候，所以现在他是这2周都没办法上场，他现在只能够今天还好，今天已经算有换球衣，上礼拜根本连球衣都没换。6比12。还要来一个个人时间差，这个就球找人呐、其实我倒蛮喜欢就是连庄这种做法，反正就是这是对对手的一个尊敬啦。那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没有因为说我已经这个例行赛封王，我的棒伤体。没错。哇，还是一样啊！你虽然说有做一个平行的快，可是他整个定位的那个点就已经在对方4只手的前面。哇，而且对方又是人高手长啊，完全没空间。哎呦，翻过来！哇，这王俊杰没有特别不注意，球刚好在他的前面。其实有时候打像连庄这样的球队，你非得要一个人。就笑对俩波，对不对？不管是把你往天空打什么都好，反正就是让你俩波，是，要不然真的是中规中矩打就很辛苦哦。哇！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男生的比赛很多时候那个如果有能力做切动，那个就变作很重要，对不对？好，现在开始要换人，把雷诺换下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这个能量给产生了。张浩博给换上来。对，看看场上的一个部分呢，能不能更活一点啊？就像这个申伦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你里面其实可以喊声音的，这种喊声音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你是可以自己来掌控的。当然了，现在的状况当然李源一定要跳出来了。刚刚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后排，6比16。这球发的不错哦。哇，吴宗宪还是4号位这个修正，其实还是很清楚知道是吴宗宪，所以修得很平，节奏还是快啊。17比7。可以打。敢打，这球弄到康了啊！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 Brian 他这个球并没有上来参与拦网啊。好，再来。打长线，好球！这球等得很久哦，最后转直线，好球，漂亮。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就这几个球林森打的就窄大啊，对，这胆子很够，很棒。对手跳得那么高，我就往你的手来打，也没什么好这个畏惧的。是，9比17。这我保证区位了，对，所以只能够去靠后面的防守呀。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当然就是这我们常常在笑着说，就是不带钢盔往前冲啊，这就是现在对台北康莱就必须要有的一个使命跟一个魄力啊。对，反过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在讲啊，就是我被萨巴又怎么样，我能够把你防守起来嘛，对不对？也算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嘛。真的。想要放短，这球发生了失误啊！李江豪凯的发球失误。抓到了。当然还是有点，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位置差了哈。那如果说是正对的话，那可能这个球有机会拦下来。那钟轩来讲的话呢，它的特殊性就是说，它的角度可以打得很大。重点是有的时候他的球色又看不太出来了。对。好球，李源。每次现在连庄比赛就是都会让很多菲律宾的这个球友洗版啊，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跨不。是。接下来还有柬埔寨的。对，可是对啊，柬埔寨现在还不多，可是菲律宾的已经算是这个每到了这个 Brian 的主场的时候，都会很热情来参与哦。哇，刚刚这个球呢，直接做一个突破。所以可以说，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Brian 在台湾来讲的话呢，也让这些菲律宾人啊，他们有一个假日休闲的一个好地方，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球赛啊。20比11。
哇，这球又是突然间的放短，直接破坏掉了接球。啊，是啊，这个球打得太轻松了，想要打一个很斜的一个斜线啊，发生了失误。这次如果说球点再拉高一点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没有办法拦到他的球了。嗯。好，现在把庄周宇换上来，把施郎给换下去。12比20，李源。短这球，看看连庄的。 哇，庄周宇这一球等在那边，不过并没有太好的角度，被拦死。13比20。再来，子明君，对，这应该算是慢了一点对，慢了一点，就感觉上并没有去整个包到手掌那种感觉啊。好，再要准备换人，陈冠明上来，吕江浩凯退场，21比13。 好球，打一个台阶。这样个礼拜，你看到不管是这个屏东台电还是连庄，其实当然都有本钱啦，因为反正大致上来讲，名次差不多，在前2名的顺位不会调整。不过毕竟啊，让对手的一个强度还是要能够有所提升的。现在是台北康体的暂停，13比22。 球没有突破得分哦，拦网呢，人家会依照这颗球取得怎么样，会去改变打法，你们都会嘛，所以要马上判断这颗球它有没有对的时间，还是怎么样，你要赶快改变你的手型。那后面防守也一样，好不好？哦，再试试看，来，拦网再抓看哦，这都拦得到的哦。对，小事。其实刚刚张教练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很多东西平常应该都有练到，也都知道，可是真的是在对战那个氛围之后，有的时候就能够，就是说你平常比如有10足的把握，你真的比赛能够8成就很厉害。遇到某些对手被压下去，你可能存6席啊、5席啊，对不对？那个落差就出来了。其实训练的过程里面来讲的话呢，一种叫做预测，一种叫做模拟。就是说我预测对方有可能会打什么样的状况，而模拟的部分呢是对方我们知道对方的打法是什么样子。当然这2个在训练的过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呢，它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要临场，你临场的反应够不够？ 你看到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够去很快速的去调整过来？简单讲啊，对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刚刚我们在前一场也聊到，要训练的面向很多，除了整个运动生理啦、力学啦，那后头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学。那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多少时间来反应啦？那再来就是你多少时间反应出来，到底能够提升到什么程度啊？这都是一个有的时候不是只是所谓的技术面的问题啊。对。 那当然，我们说这边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心理学的一个部分。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说你怎么样提升你在场上的自信心啊。那这个自信心有了以后呢，你回过头来就是要谈到另外一个，就是细腻。你怎么样子在这个有自信的一个情况去处理这样子一个球？好，这个球偏差度还蛮大的，所以说并没有 touch 到。 23比13。哇，好球，李源。
好球，直接做一个台球，简明君。24-14，第一局的局点。哇，又是第一时间在整个发球，柯凯杰突然间的加速啊！第一局拿下25-14，我们待会回来。气牌19年，一起丰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祝大家新年快乐，红包拿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生龙活虎。祝大家新年快乐，潜龙中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都开心。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气牌19年，一起丰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
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两队这第一局的节奏进行的蛮快，连庄13分来自攻击，4分来自拦网，1分来自发球。那相较之下，整个攻击的火力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那两边在第一局仅仅是花了21分钟。李源拿了4分，林胜跟黄俊杰各有一点点的进账。那在连庄这边 ，Brian 3分，吴宗轩3分，换上来的庄泽玉拿2分。这第一局可以看得出，还是在整个这种火网的建构跟整个拦网的这个牌面各方面来讲，都有点一上来就把台北康体给压了下去哦。对，因为当然我们看到，尤其在攻击的一个打点里面来讲的话呢，这个的打点呢，确实让康体他吃足了苦头哈，因为后面的防守又没办法有效的来去这个取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成功的防守，所以打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呀。哦，这球被拦下来。每个人的专业的哲学不一样，我都每次看到钟轩的球，我都觉得是不是太大件了？中间撇一下，有吕佳耀凯。你看，不管是连庄台电，只要接球 OK， 前3拍中间一定会先走。对啊，把那个中间先巩固好之后，两边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啊。对，因为你必须让对方知道，就是说你不要乱跑，我中间是有攻击的。所以这个中间能够牵制住的时候呢，他两侧的攻击手来讲的话呢，就会比较好打一点。是。哇，这个球，哇，施朗的发球直接得分。他甩背的速度相当的快啊。这球稍微多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挑发的时候呢，你的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哈，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像刚施朗那个球，我觉得他是感觉上他是稍微抛的前面一点点，所以他在推扣的时候呢，他稍微往上推一点点。哇，这个球完全掉开了，让吴宗轩真的是狠狠的扣了一下啊，4-2。好球，好球！这就是对这个台北康体而言，就是要找到一个得分的手法了啊，找到一个方法啊。其实像这种球，有的时候会让对手觉得这个恨得牙痒痒的。我明明就拦到了，但是每次拦的每次就变成一个 touch out 啊。那康体今天他如果说可以造成这样子一个效果来讲的话呢，就可以完全扰乱了这个连庄的拦网，完全就没人了。哇，又没人。哇，接连这2波，不管是吴宗轩还是施朗，都是狠狠的扣哦。那整体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Nono 的一个球的一个调度里面呢，他是算蛮有经验的。第二个回到康体的一个部分呢，你在这个拦网的部分，你并没有去观察举球员的一个动作。太早了。阿摩，可是有没有碰到嘞？没有。
3比4。哇，这球就像刚刚金方所提到，这个球抛球就已经抛的位置不对了，对不对？有点偏左去了。对，鬼龙歪去。哎呀，默契不好，始终也不知道的，对，新来的，真的新来的。还有，哎，谁要打也是犹豫不决。啊，节奏乱掉了啊，节奏乱掉了。不，石宗玉刚刚真的不知道，这个 Brian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动作的能力了啊！其实应该在球还没有死球之前，每一个人都随时要准备去做一个进攻啊。你既然是在前排的攻击手，你就随时要待命，不能够觉得这球不好了啊，不是我的就放弃掉了。5比6。发球的角度也是稍微偏了一点哦。哇，这阵子一样啊！你看到目前为止，整个第2局开局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快攻的机会啊，在台北康帝啊。对，球接不到位。对，这整个接球的落差都比较大一点点啊。李源都被抓得死死的。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吕江耀凯这条线啊。吕江耀凯他弹跳能力非常好。个头也高啊，196啊。9比5。还有，哇，这个还举一个背后的 C 呀、啊！不，就像刚刚青芳提到，就是说，你攻击手本身的那个动作要跟上，对不对？你要想说他一定有机会，有可能会给你，对不对？现在一下下又被连庄连续得分5比10，台北康帝喊暂停。先安杰一个接球失误，再一个郑恩达老三没过挪影，再一个去打李源是没有常在打的老大，然后而被大队。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去打一些我们平常练习没有在打的东西。那李源老二就好好的，就让他乖乖去打老二，然后圣恩接了球去打老三，前面去切个时间差嘛，对不对？来，再来，哎，这个张教练讲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平常练的是 A 剧本，可是到了临场的时候变出 B 剧本，这时候教练怎么办？这叫出其不意嘛。有的时候就很无奈。我坦白讲啊，明明练得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练，就是演练。哎，大家打的都不错，但是你比赛的时候你就确实不用，反而去用一些其他的。哎，这有的时候就是说举球员跟攻击手之间的沟通。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绝大部分的发动的攻势都是在举球员身上啊。所以举球，我们一直谈到举球员头脑要很清楚。你现在遇到了什么的状况的时候呢，你要用什么去解围？6比10。没有准备啊，这就反倒形成了一个虚攻得分。这一分是由4号位的张浩博拿下。连拿2分哦，7比10。
有，哎呀，可惜。好，现在连庄这边换人，把柯凯杰换上来 ，NONO 退场。这其实分数到了中段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连庄都开始调整哈，调整他的一个这个选手，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这个模式。哇，现在一样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几乎快攻都不用哦，就是也使得现在李元再会飞也会闪到没地方闪。当然他也怕，因为现在前面是吕江啊，个子很高。那当然我们觉得说你攻击手你没有必要去闪太多了，你闪到这些都是自己闪到奥赛去了哈。那当然你可以把点拉高，不一定是强击，就我就看到他的手来打，就喷啊。我就在这个刚刚清芳老师这个说的同时，又一个中间的后排的突破被拦掉。不过这样打当然就比较辛苦了。现在目前这样整个台北康帝的一个打法会比较辛苦了。13-7。4号的林生突破2网，拿下这一分。轮到9号张浩博发球。张浩博，哇，真的是施琅打这种的角度真的是干净利落啊。对，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康体，他不应该留一个这个直线的缝在，让他能够去突破。应该是留斜线给他了。好球，守得好，还有敢打太慢了。阿亮在整个3米线后的一个高手修正，还带假动作哦。其实今天 Brian 基本上攻击也没有特别的多，因为其实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定要用他了哦。对，那其实当然。给他在场上，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效果在那个地方哈，然后让对方在整个的一个打球的过程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恐惧了哈，因为对方的最好的攻击手还在场上哦，那当然可以透过 Brian 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呢当成一个诱饵在那个地方，然后球攻输给其他的这个选手。重点就是今天的这个 Brian 的功用是摆给你看，对，当然他有他的效果。我真的不行，我就是给 Brian 哦。阿亮这个就给中间就真的是给的稍微随便了一点啊。不过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在阿亮他给球，他站得那么稳的，那其实你可以看到阿亮他举这个球，他不是说我在跑步的当中去举这个球，而是我已经在等待了。他等待的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他最好的就是可以发动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进攻哦。那当然攻击手的默契要很好了。还有哨音响 ，Brian 触网。Brian 一直是一个这个态度相当积极的啊，所以你看到他在场上啊，他每一次去压、去抢、去救啊，他都是那种卯足全力的啊。有救得漂亮，再来！哇，金价怕的归了啊！往上应该往上来打。其实你可以看到，虽然说。前排钟轩啊，跟这个施宗玉两个在前排哦，他还不至于说达到那种密不可破的那种现象啊。所以攻击手你还是要冷静啊，不是起来了我就强击，你没有去选择路线，没有选择这个角度，没有选择高度。
17比10。好球！哇，今天算是第一个吧？对，快攻的一个得分。现在换上了简明君，把吴宗轩给换下去。好，现在要再频频的走马换将，把宋博廷给换上来。现在庄泽玉也要换上来，所以说 Brian 跟施朗都要退场。18比11，宋博廷的发球。中路的突破了啊！这2次的得分都是中路的突破。对，而且看到浩博他这个球，他上来了以后，我再来转身往左侧来打，就是避开了这个拦网的一个位置。后排。哇，其实今天看得出来，大部分的球主要还是给李源为主了啊。对，只是当然前后排要去闪，又要抓那个角度，还有 timing 哦。今天的成功率到目前，李源确实是跟他平常的百分比来讲啊，今天是比较低啊。今天17次的出手只拿7分，4成1左右。好球，个人的位移。看起来真的要多打一点移动啊，要不然基本上如果那个定点出手都被抓得死死的哦。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打开网一点了。你不要打得太靠网，因为明明知道对手是这么高，你要靠网，整个很难突破。你倒不如真的是打到半公尺以后的一个角度，1公尺、半公尺的这个角度来打。还是要给李源，哇，又被拦死，陈冠明。对，这个球到李源在出手的时候有没有看啊？有吸铁。对啊，这球其实完全打在对方的手里哦。20比13。就像这个志平兄提到的，就是说你在攻击的时候，你并没有看到拦网的人员啊。好，这球闪开了。对。其实你可以很清楚感觉到李源真的也很会跳啊。对。那怎么样呢？把他的优势转换成一个有效的动能啊，那增加自己的一个得分的百分比啊。其实看到以康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的身高啊，他真的是不高。但他的选手来讲的话呢，有2大优势，每一个都还算蛮会跳的。第二个左撇子又多。很多。好，大学长的出手，这球出界。我们刚刚讲说，County的整个球场里面的一个场上谁来 call 啦，谁来喊声？当然，之前最会 call 了2个，现在都在连庄了。是，不管是阿亮还是宋博廷啊。哇，这球有一点点，还要留到最后还来得及。好球，快攻！有了，慢慢几个战术的一个这个成效也都出来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了哈，
或许我们说有洋将在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压力。现在几乎是纯本土的嘛，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整个的打法应该会更有信心呢。哇，终于这一球干净利落啊！出手快了啊，快攻手真的出手快就赢一半了。23-16。好球，塔吉奥。李元的2号的攻击打出拦网出界，拿下这1分。有得分的李元发球。这个发球一样是落差蛮大的哦。对。刚换上来的郭博弈，这个发球可惜了。第2局的局点啊。哦，差一点没人去管。对，一个8包没人吃。还有。好球，还有，哇！李元飞进来，还是被拦得死死的。第2局结束，25-17，局数连庄2-0领先。气牌会员，掌握气牌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立即成为气牌会员，立即成为气牌会员，享尽气牌福利，耶！享尽气牌福利。Happy Lunar New Year，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龙的一年，祝大家龙年如意。龙年贺岁，大吉大利，全家龙平安。祝大家荣瑞盈门，好运源源而来。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祝大家新年快乐，红包拿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生龙活虎！祝大家新年快乐，潜龙中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都开心！ 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
更多好康等着您。看体育就来 Hot 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ot Sport， 观看 Hot Sport 气排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气排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排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排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ot Sport 频道。Hot 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排资讯吗？现在进入气排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排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好，第二局的整个节奏还是算是快的哦，因为整个重点还在于说，其实没有办法有比较多的来回了哦。对，那也使得台北康体10个攻击得分，那1个拦网得分，相较之下，连庄虽然说攻击不多12，可是拦网就拿了5分，发球再拿2分，哇，光是这个就完全把对手给压了下去哦。这5个拦网的一个得分呢，其实不是只有5个得分而已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几次的拦网已经把康体的这个攻击给压制住了，所以很多的变成自己打失误、打出界的。所以这5分来讲的话呢，给康体有相当的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个压力作用。好，进入到第3局，那康体这边也在做了比较大的这个人员的调动啊。现在主要的举球是郭博义，然后在这个前排中的部分，现在把杨承恩给调上来。那另外是9号的张浩博还在场上。所以3局看到了连庄哦，其实他蛮谨慎的哦，他非得3局的开局之这个我的阵容哦，都是把主阵容排进来呀。那先稳定了、奠定了一个这个分数了以后，才放给后面这些选手上来去做练兵哦。好，这球应该是照目前这场打的最华丽的一球啊，做了一个时间差，在主攻手的切入啊，李源。李源到目前拿了有10分了，不过25次攻击拿10分，那40%的成功率。杨承恩补过来，再慢一点就直接是 K 到头了。他这个移动的过程，第一个慢哦，第二个又开了，开了以后这角度下来哦，好蛮危险，对，真的蛮危险的。因为不然他的一个这个攻击打点高哦，又往下来打。好球，中间一定要用了哦，对，一定要用。而且这种的一个出手哈，时间去扰乱他，没有攻不破的哈，只有你看你用什么方法。而且你只要有那个高度在啊，那你的机动性如果够快的话，确实对手就会很困扰了。对。哇，杨三就有可惜了。哇，又接的有点过头，稍一响，直球了。啊，哇，这球不然被骗了，哦，被判的是连击啊。
他没注意到这球已经过来了，等他出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timing 没掌握到。哎，乱了，真的顺势一波，刚好是一个死角，就不要按牌理来出牌。对，就是反正我就是有纯输的跟你比嘛，就是这样子嘛，反正对吧？已经拼了2局了哈，反正就放开来打。你看到4比3领先呢。我刚才讲说，其实要有一个人要有那种打法不按牌理出牌啊。哇，这个球还是 Brian 的一个强扣啊。 Brian 的发球，有了，好球！哎，这球阿亮救得漂亮，好球，可以打哦 ，Brian 照打。哇，这球修正的整个 timing 没掌握好。哦，台北康体现在领先2分。 短球，球找人，哇，这是很快啊！齐宗玉有点要闪球。没接好，哇，又是没有包到球哦。台北康体攻击出界，联中队得分。发球的失误。 球没过网，发球权转移至康体。 轮到6号廖鸿生发球。好球！这个球把在前排施朗的4号位的一个强攻给单扣啊！其实郭柏毅这个球，他上来了以后呢，很明确的知道施朗是一个斜线的，因为中被钓到了，所以他马上就补追这个斜线了。哇，真的甩得更快啊！这次比较用力跳了啊，闪过去了啊。 7比7。哦啊，李源真的被锁定啊，就感觉上前面应该有一个快攻的掩护，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引诱性啊。其实这个球是很明显的看到了哈，其实他前面的快攻确实是有把他牵制住了，但他骑到后面去的时候，还是2个人来拦他，所以整个在进攻的一个这个路线呢，还有举球的一个动态是完全被看到的，没有真正掉，哎，这个球轻轻一放，杨承恩。刚刚那个球应该这样讲，面没有拉开了啊，所以说在前排中的部分过来卡吧，2个人还是有办法。对，8比8。 啊，这就被抓一个持球吧。No， 一定觉得我处理这种球，几落百盖，你搞2持球。No 说这个是我的一个看家本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好了，不管了，裁判看得很清楚哦。
哎呦，这个李俊浩凯这一球闪到哪儿去了？到目前，台北康体第3局还有2分小幅的领先，10比8。哇，大叫打得干净利落哦。那世朗跟连庄是2年的合约啊，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这2年，世朗其实今年不要讲了，今年来只有几次因为签证的关系来来回回，不过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蛮大的哦，尤其在接球的部分，哇，这也被同样对待。裁判摆明讲这种球都抓了啊！而且你看局间呢，每次局间啊，那个自由球员一定都跟施朗在对着，就是直接发飘让施朗练接球，对。10比10。好球！哎，其实你看第3局杨晨上来的，他虽然说动作不见得那么多的变化，可是到目前的得分效率相当的高啊。对，他上来的第一个出手也快了。那当然，在举球员在第3局的时候给他的一个这个攻击球次数也高了。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攻的次数有的时候呢，当然有效的会牵制住这个连庄2侧的拦网。哇，这个球真的是最经典哦，接的没有那么顺，可是呢，给到 NONO 的手上，搭配吴宗宪又是一个很快节奏。那吴宗宪的出手更快，所以这一分一样照拿。啊，这真的是算起来是2位老师傅的联手了。对，默契。我本来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后来发觉不行，那个太粗了，就不好听。哇，这球好球，李源。12比11。哇，这个球丢分就有点不应该了哦。其实原则上来看的话了哈，这个单手举球的一个状况，以 NONO 来看的话，他是有单手举球长球的一个能力。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单手举球几乎都是快攻。所以因为他就是在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到位，才会采取单节举球，所以防守的人员应该特别的注意。哇，这个球又被 NONO 给骗过去了。当然，尤其是他在前排的时候呢，当然他有一个牵制的作用。相当快的一个 A 快的一个搭配哦。现在反倒连庄13比12超前，台北康体喊暂停。又在看。那颗不是他跟快攻，然后摸一下，不是就明明就没有你藏的事，快一步过来，我了就接就好了，啊？套掉，没有啊？那转身那也是，那应该转身1步就可以接了啊。然后你看人家就这样掉一下，然后就全部就这样撕掉，就是这么苛刻啦！不要想的都是别人错，防守啊。先把自己的一个没有想要防守，没有想要管区先做好，看球落地。这个学长有点动气。不，其实我觉得张教练很有意思。张教练刚就是说这个半年来啊，他刚开始的时候，每场他其实都很快速的就会反映很多的数据，跟反映很多的他的看法。哎，可是你看到越到后头就慢慢越来越内敛，对。那后来也发觉，有些时候就是跟这些年轻人的沟通方法，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跟不同的这个方式吧。这大家都在
这个场地里面必须要做很多的学习跟成长啊。当教练也是啊，当教练也是心理学了啊。当然了，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呢。是。那我觉得他们这个语言能够沟通得了的话呢，那是最好。那当然很多人就像他提到的，这个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你自己的责任区，你应该就是要好好的去把它完成。不管对手怎么做，在你的责任区之内，你一定要把它能够有效的把它处理球，而不是放掉。或者期待别人这种感觉，其实你的卖跨把郎，还得有你的关库，你的先处理的对啊。你没有滑下去就是你的错，就不要跟我讲说别人有没有动作啊。其实我之所以这样来，当然也是说我最近像刚刚讲，我刚刚真的看这种国外的比赛看得多，你就会发觉哇，那每个人的动能都好强，你知道那个第一步那个出去那个爆发力跟那个企图心，他有的时候就算是不见得救得到，他身体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把那个动作做完全就对，养成那个习惯就对了。对，尤其是在防守的地方，我们很少看到有那种犹豫的状态，对，完全是没有。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球我就是下去，我等于出垒就对了，对啊，先整个要出去再说。那个球或许这个时间那个球离我很远算。可是，当我习惯这个动作，当我在周边1-2公尺之内，我就真的救得到了。是，哇，刚刚是一个漂亮的拦网哦，14-15。哇，打点还是拉得很高啊，非常高，打点拉得很高。对方的4号位以强劲的斜线攻击拿下这1分。16-14。啊，这直接扯到网子了，哇，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现在要再做个人员的更替，要把林胜恩跟陈朝喜给换上来，要把郭博义给换下去。他那个以为是一个灌篮，他抓住了篮筐啊。郑轩瑞之所以给换了下去。哇，又是反应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球落地了。18-14。哇，这球飘得很凶啊！台北康体新球替补7号下3号郭博义上，1号下8号郑胜瑞上。马上再做一个调整。好球，李源。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局的时候呢，以这个连庄，他还是非常的保守哈。你看到目前为止哈，已经拿到18分了，在整体的一个换人的一个部分呢，还是换的很少哈。只有这一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换上了这一个简明君来接替吴宗轩。这分数没有拉开，他就不会换人。对，简单讲是这样。对。所以他基本上呢还是很保守了。我们说所谓的保守，就是说他也不希望就是说我这一个跟你打的是一个很纠缠的一个现象。我们来看这个球到底怎么过的，打点太高了，打点高，前排中根本来不及，露出一个好大的空档啊！而且基本上出手又快了啊！哇，这几球其实都接的不是很顺，哇，又是切动的同时根本就没有在管前排中啊，就是盯着李源。不是，你可以看到对手基本上一开始站位，3个人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很明确的说，你的移动的轨迹完全对方看清楚了，而且就这4个字叫自投罗网。对我暂停，我守株待兔，我在等你啊。旁边人都挤在那边，就他也根本就没跳了啊，那你还烧2号，那不是让李源去撞那个墙的，对不对？还是要余光稍微要看一下哦，就像东东在举都会看我们有没有跟哦，举球员练习看看，来，拿下这一局，再来啊，那6只手碰一下自己干嘛？对不对？那硬打。
好，真的就这个教练已经讲得很白了，我们就不用再补枪了吧，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其实比赛就这么一回事儿。那你如果看得透，那学得会，那你就有办法提升，要不然有的时候就会被拦得很惨啊。20-15，又翻过来一个。啊，这球4号位还是打得太偏了，出界。哦，哇，阿金第2次了哦，这个球杀伤力很强哎，这个真的是跟炮弹一样的。哇，毕竟柯凯杰是192的身材啊。这真的是很敢发，而且发的真漂亮、啊。对，那个接发球是完全都没有准备的。快慢，突然间来一下。哦，好球，李源转直线。这分是用李源的直线攻击拿下。啊，这球没角度了，而且是3个拦网哦，这是一个正确的动作。要来挑战，是挑战触网吗？其实有时候看那个这个庄明瑞庄教练在旁边啊，然后点啊练啊看，有时候看的也蛮准的。看看有没有触网，没有。好，这次是连庄的挑战失败。有3号的郭博一发球。郭博一发球，17-22。哦，还有，这球没有人补。哦，连续2个拦网哦，漂亮。杨晨在这整个的一个拦网里面呢，这几次做的蛮到位的。好球，这球也是拉高出手快啊，没有往下扣。其实看到阿亮他整个的送球哦，送的蛮精准的。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左右的一个地方，他推送哦，都能够送到这举球员的位置。这个是让连庄能够去发展他的攻势最大的一个这个保证啊。再1分，宋博廷这分拿到，现在赛末点了。同时，连庄队率先来到本场比赛的赛末点。哇，大家都来加速，对不对？最后一个球没有压力。啊，这个4号位的强攻还是要来挑战一下啊。看看这球有没有触网，挑战的是触网。挑战项目是触网。
哦，是球迷生日了啊！哎，这还不错，这还不错。好，来看这个球有没有触网嘞？没有，比赛结束第3局，连庄25比18，直落3击败了台北康体，也让连庄拿下今年的第18场的胜利啊。那对台北康体而言，吞下了今年的第16败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发财，好运滚滚来！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行大运，耶！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隆中来！2024年，祝大家鱼跃龙门，新年快乐！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看体育就来 Hot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otSport， 观看 HotSport 气牌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Happy Lunar New Year，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龙的一年，祝大家龙年如意，龙年贺岁，大吉大利，全家龙平安。祝大家荣瑞盈门，好运源源而来。加入气牌会员，掌握气牌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立即成为气牌会员，立即成为气牌会员，享尽气牌福利，耶！享尽气牌福利。看体育就来 Hot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otSport， 观看 HotSport 气牌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耶！祝大家新年快乐，红包拿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生龙活虎！祝大家新年快乐，乾隆中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都开心。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们今天的赛后访问林教练，还有是柯凯杰跟陈冠铭在我们的现场。那连庄到目前打完了前面的19场比赛，只输了1场。那今天也可以看得出来，连庄在这场球的态度啊，那并没有因为现在已经是例行赛封王，那在整个贝马部分就直接就完全做一个调整，反倒是就是还是让主力先发在做场上的调度。到第1局、第2局，甚至到第3局，分数没有拉开之前，都还是主力的战将。所以说，在整个策略上跟想法上，还是希望让主力战将能够维持这个比较好的手感，不要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应该是说尊重对手吧，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情况，要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去迎战最后面的季后赛、挑战赛跟总冠军赛，所以还是不能松懈这样子。那另外在赛前跟林教练在聊的时候，有说选手多少还是有一点点伤嘛。那当然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当然除了调整之外，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会让你在整个季后挑战赛会觉得是对连庄来讲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尤其包含是选手的一个身体状况各方面的。应该是说，如果有很明显的伤势的选手，譬如说像丙璇好了，就会直接的让他做休息，然后就是治疗的动作这样。那其他的情况下，就是会控制时间去调整，这样子才能慢慢让他们调整到最佳状态这样。那汪美勋的伤，大致上来讲，算是比较需要多少的时间，会影响到整个季后挑战赛的战力吗？不会影响到啊，只是说想说这1周让他休息一下，好好的去备战后面的比赛这样子。好，我们跟凯杰来聊一下。凯杰在今天有2个很漂亮的那种变频式的一个加速哦。那我记得好像今年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好，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手法。那这是今年才多练的招式吗？还是之前其实就有这样的，在你在美金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习性？我在美金融其实就会这样，就有嘛，只是来这边之后那样的招式就是状况不是很好，但是近期有把状况抓回来，就有去多尝试这样。那因为这个团队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最后一里路了嘛，啊，那去年你还是在对面看，那今年你加入到这个团队之后，那你也在很多关键时刻需要去做一个举球的角色。那到了季后挑战赛，你会自己怎么样去提醒你自己？在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能够把那个场面给维持住。我觉得就是稳定举球吧，就是尽量保持自己的稳定度，然后就其他就交给攻击手去突破。那冷不防就时会来一下，稍微加速一下整个发球，那种球发下去，自己有没有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当然有，还不错，对，看起来还蛮刺激的。来，冠铭在今年的角色也有做一些调整，因为原本是打副卫嘛，是。可是在今年的角色上，也在整个副卫之外也练了篮中。对。那到目前为止调整的怎么样？目前为止状况是平常练球的时候状况是还不错，不过就是还是有拦网的部分还需要再加强一下。对。因为你们球队现在来讲，讲实在话，就是各家的好手，而且状况都一直维持住了啊。所以说，不管是打副卫还是打篮中，基本上都很需要很用力去凸显自己的能力。对。那对你自己来讲，有觉得这半年当中有什么很明显你自己觉得比较觉得加分，跟自己还要再强化的地方吗？可能主要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什么像什么，然后就是在不管是副卫或是快攻就是全力以赴这样。不过今年是主要是以快攻的身份去练，都用快攻的身份来练球，所以会希望自己在快攻这部分攻击的部分能够再加强一些。对，好，也这个期待啊，因为2位都算是年轻的好手啊。那不管是在原本的角色还是不同的角色，都希望在今年在这个球队当中，因为讲在这个球队
压力也大，因为大家的竞争力强，可是要冒出来也很容易，所以你只要有表现啊，这教练就一定看得到。好，再度恭喜连庄在今年继续往前迈进，那希望在明天的封关之战继续有好的表现。好，谢谢3位，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青芳老师。好，我们非常恭喜连庄呢，又再一次的以3-0的一个大比分呢，来取得今天的一个胜利哈。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在第3局的时候呢，其实康迪队有一个非常顽强的一个抵抗哈。那当然，我们是一直觉得是说，选手在场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哈。只要把自己平时所练的一些技术、技能能够去展现出来的话呢，对于球赛的一个输赢哈，我觉得倒是其次。但是在平常所练的东西都没有做出来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输球就会觉得非常的一个我们说这个心里非常有就是说很怄的那种感觉哈。那当然看到连庄了，这个刚刚这个志平兄特别访问了这个冠名嘛哈。那其实冠名他以前他算是一个攻击手，我们所谓的攻击手就是说打长攻的一个部分。那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一个部分呢，给他转换成一个快攻的一个模式。那其实对于快攻的跟长攻的这个选手的一个，尤其是在拦网跟助跑这个攻击的一个区块里面呢，它是一个很大不同的一个属性哦。所以这个冠名要去挑战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必须就是说要做足的一个准备哈，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就像他说的，平常练习的时候还好，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想尽量去做好，但是因为拦网的一个状况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跟着对方的一个时间在走，所以他的一个这个快攻的这个的角色扮演会比较具有压力一点。对，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团队的氛围，但我们都看到连庄的氛围不错。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大家的数值跟提升的速度也都蛮快蛮不错。所以说，为什么想要跟冠名聊一下，就是说，改变角色，比较简单嘞，而且你所面对的这个竞争的对手都还蛮强大，所以说加油啦！就是年轻人就是要敢往前冲了啊！是，那能不能把这个舞台创造出来，就看他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些各方面的提升了啊！不过这个因为这个青芳秘书长本身也是以前也是很 pro 的选手，你也马西光给你该位置，你会接受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都是最强的攻击手。不，其实我是觉得说的哈，当我们在以前的训练来讲的话呢，我们几乎是每个位置都要去训练啊，这也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变迁不一样。那现在就是说所谓采用专位的一个模式，那反而专位了以后会造成选手他只能够选择一个位置，那对于他自己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其实这是不利的。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的训练我们是攻击手，要打快攻，要跑快攻，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里面都有。所以说以前我们在打的这位置的时候呢，我们不见得就是说今天的一个100%，就是说你一定在这里。有的时候教练他的应用的一个这个战术里面，他要帮你做一个调整。所以我们以前是比较没有这个现在像他们所谓去调整这个位置的一个现象。所以现在分工很细，有好有坏啦。他很专责，可是可能很多动作你就没有办法兼顾。那以前是想弄爱跳，甚至还有那种主攻手转自由的，李正满教练就对，所以说就是代表就你那些底子都要很好嘛，简单讲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又再度欣赏一场这个好戏。那当然接下来要回到女子组的赛事，首先要在接下来的是台北精华来接受凯撒饭店连锁的挑战。那当然也期待大家继续锁定这个 Eleven Sport， 还是整个这个 Hasbro 的一个网络的直播，还是整个气牌的官网粉丝团。那当然今天要再度谢谢这个青芳秘书长。那这2天很忙了啊，还好这改在屏东，所以青芳秘书长还有时间，因为高雄还有赛事啊。再忙还是要看排球，真的，而且青芳秘书长忙的10之8九也都跟排球相关的啊。好，我们再度谢谢青芳秘书长，也谢谢观众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球再见了，拜拜，拜拜。